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平时做立体书这个需要用到的一些工具。首先呢是这个需要一把透明的塑料尺子啊，透明的是为了方便那个能看见那个纸上已经画了的线。另外呢还需要有一个这个量角器，这个量角器是带眼儿的，然后你方便去画角度。这还有一把，这个是长尺，30厘米的，有时候需要画一些长的线。这个是铝合金的，这边有个把手。你要画线的时候或者刻线的时候呢，会比较方便一些。另外呢，它这边有一个槽啊，这样有槽的话，你用刻刀画的话，也会方便一些。这个是这个划痕器，其实有一根就可以了，两头，一边粗一些，一边细一些。这个刻刀呢就不用说了，就随便买一把就可以了，看自己顺手了。橡皮、自动铅笔，这个优胶啊，这个是 POR 那个纯黄色那优胶呢，比这个稍微的味道大一点，其他的其实粘性应该是一样的。剪刀，这个是我用了很多，但是这个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主要是它这个不粘胶啊，咱们一般绞胶带的时候呢，那个胶带会粘在这个刃上啊，时间长的话，这个刃会越来越钝，就绞不动了。尤其是这个普通的胶带还好，尤其是像这种无痕胶带，无痕胶带是最粘剪刀的。我主要是做手工用不上，但是我做修书的时候会用。修书的时候用它这个无痕胶带，如果是粘在浅颜色的封面，那个几乎就看不出来啊。因为这个现在有锯齿，我需要拿剪刀剪一下啊，粘了，没了，已经掉了啊，这它根本就没粘的剪子就已经掉下去了啊，粘着剪子它也会轻轻一蹭就掉，所以说这个很方便，它不会粘剪子。这个牌子是这个普乐士的啊，这 Primo 它有很多款，我买的是这个 Primo 款的。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是打孔用的啊。一般我们做机关的话，会用到轴和孔啊。这个小的主要是用来打孔，大的呢是用来做轴。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比如说这个啊，这样就可以弄出一个轴啊。你像我买的这个是直径是16毫米的，差不多大，做一个轴。然后呢，弄完以后，你拿剪子一绞，这个轴就能做完了啊。你也可以先用你画个圈再绞啊。我一般都随手绞差不多就可以了啊。这个轴就做好了啊，比较省事儿。然后呢，再打个孔，孔呢用这小的啊。我买这个是直径是8毫米的啊，然后把刚才那轴直接套孔上就可以了啊。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所有的这种打孔器，它都没法往里打啊，因为这儿挡着呢，所以你只能往边上打啊，这个就非常不方便了。那怎么解决呢？所以有时候我，为了省事儿呢，我把零件特意这个孔定到边上，当然只是做实验用啊，不影响。你要最后做正式的项目，肯定孔该搁哪儿还是打在哪儿，你不能都搁边上，是吧？那我确实往中间打怎么办呢？那就要用到我下面讲的一个工具。哦，这是手上有胶，就是这个
这个工具其实我找了半天，呃，在网上一般卖的刻源器呢，直径都很大，打不了这些小孔这些小孔根本就打不了。所以呢，我买了这个这个其实本身不是做手工用的，它好像是这个发明这个的人是为了做这个摄影用的那个滤光片还是为切滤光片用的这我不是做广告因为我跟商家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分享一下这个工具，我觉得对我做手工来说还是有帮助的这个它呢打的孔呢可以从最小到1毫米，1毫米一直到3厘米这是半径，半径是1毫米到3厘米。你如果再打更大的孔呢刻的话，它有一个加长臂，但是那个是要单花钱买的。这一个东西很贵，一个铁的很沉的一东西。我在闲鱼买二手的也花了80多，一般应该是正常价格是100多。咱们来演示一下怎么用。这东西虽然贵，但是就看你觉得值不值这个是那个刻刀，刻刀直接穿到这孔里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东西呢是调这个孔的半径的，我现在是半径是1厘米，我给大家试一下。我在一个硬点的纸上试吧它这是可以打塑料片，可以打卡纸更可以打。我现在在300克的卡纸上试试我现在这是300克的白卡纸，来试一下这个东西可以通过这个旋转来调整你这个压力，越厚的纸呢，你压力应该越大一点；薄的纸呢，你就稍微的松一点就行了。按住放下以后，你就轻轻的转这个，它就你看这就已经掉下来了，有这个汁儿掉下来了，没事它这里面有个磁铁能吸住它，这个就下来了它刻出来的这个圆呢，非常的光滑。我来试试这个，咱们来刻个小孔。这儿，这个小孔也刻出来了也很圆滑。咱们一般如果拿刻刀刻的话，肯定刻不了这么圆而且也没这么快。所以说这个东西还是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的，主要是我太懒了。但是这个工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刻的那个你这个纸不能比这个圈小，不能比这个圈小，所以你就要在裁以前刻完了你再裁。如果它那个太小的话，它就放不住了。它这有一个这有橡胶垫，它是能够压住的，能够压住的。但是你如果太小的话，你这橡胶垫你在这个圈里面的话，你就扶不住了。所以说这是唯一的一个限制，但基本上不是什么大问题。然后这个嘛，这个就是双面胶咱们市面上一般的双面胶是它都带有一层纸，然后自己去接。我这个人比较懒呢，所以就找了那么一个直接两面都是胶的这个是3M 的丝膏的，直接接下来直接接下来就能用了，比较方便。这种呢是美纹胶，这个一般美术生都用的比较多。这个是我做手工用的最多的最常用的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我有这么我要做一个 V 型折随便剪
你可以剪对称的、不对称的90度都行。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胶带怎么用。比如说我现在要做一个非对称的一个微型折。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画图，然后把这些贴位、折痕什么的都留出来，但是那样呢比较麻烦，你一般做测试的话用不上。就反正对我来说是，比如说我这么个角度，那我这样呢，我想做这么个角度，那我就这样一折，它就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对称的。但是比如说我这个对这个角度不满意，或者我想把这个微型折弄趴一下现在有点太立了，那我就把这个这样再重新折一下，然后看看它是什么样子这个就会趴一点了，然后它生成的新的折痕就是这样你还可以再趴一点，就这样，然后看看再一折它就变成是这样了这个根据我们最后看你想做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习惯于直接在这上测试，而不是先去画图这样因为你看起来更直观比如说我再做一个，微型折，在这上面比如说在这上面，这个有点稍微减小一点。这样吧，或者说这样吧，冲外。这样呢，我打算差不多用这样的这个中线都不折出来反正我是都不折出来线，然后直接这，它就出来了。那如果我要让它这个面儿这个更趴一些呢，那我就可以把因为这个胶带比较容易撕，你要用那个胶水就这个你贴上以后就不好，稍微比这个不好接，我就调一下往外调一下，然后再折一下你看这个面儿就斜了嘛，这就趴一点了。所以说我们用这个胶带呢是非常方便的做起实验来说，效率特别高，所以这个胶带我是用的最多的。下面来介绍一下这个板儿，这个板儿我进行了一下改造主要是因为我平时画一些平行线垂直线，太麻烦了，所以我加了这么一个贴了，用塑料片贴的。贴完以后你要画，比如说我要画垂线直接就画了这样肯定保证这些线是平行的。那画它垂线呢，直接顶上这样就可以了保证所有的线都是水平的或垂直的。这样你做一些长的，比如推拉带的时候呢，就不会因为太长的话你弄歪了，导致误差会越来越大。好了，今天我就所有工具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